真正消耗你的，让你每天都觉得很累的，不是你的工作，不是你的家务，它是一种看不见的隐形付出，叫情绪劳动。情绪劳动是我们心理学一概念，它就指的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边，为了让别人舒服，他不得不控制和管理自己的情绪。你可以简单的、很粗暴的把它理解成，任何偏离你真实感受的情绪，它都是一种情绪劳动。就比方说啊，你特别害怕别人尴尬，你特别害怕这个气氛冷场，所以只要别人说话，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，你都会把这个话给兜住了。又比方说，你面对同事的油腻的玩笑，尽管内心再不舒服，但是为了不把关系给弄僵了，还是会硬着头皮一笑。你总是会照顾别人的自尊，让所有人都舒服，但本质上呢，你是在掏空自己喂养别人。因为有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是什么？打圆场往往是需要下位者做的事儿。一切的关系，谁更忍受不了沉默，谁更忍受不了尴尬，那谁就注定要被剥削更多的情绪价值。为什么你总是要去做那个圆场的人？我之前总结了想，有3类人是非常容易陷入到无意识情绪劳动里边。第一种是什么？从小家教很严格，被规训的要礼貌要大度的人，你会觉得不让别人的话掉地上是一种礼貌。第二种呢，从小习惯性的照顾别人，照顾弟弟妹妹的人，长大之后也会把照顾别人当成一种自己的责任。第三种，特别害怕批评人，你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希望别人都说你好，所以你总会去讨好别人。听过我课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就这3类人你都可以归结成一个点，就是你没有主体性。你把自己当成了可以被别人评价的物品，你做任何事情你都会下意识的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的面前，自然就给了别人吸食你心理能量的机会。所以我一直强调是什么？自爱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自己的主体性。拿回主体性的第一步就是要去做到永远不要去伺候别人的情绪，永远不要当免费的情绪价值的这种劳动力。就当你第一次陷入到情绪劳动的场景的时候，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，然后你去分清楚谁才是情绪的责任方。朋友生气了，气氛冷场了，解释和圆场它不是你的任务，你不需要为任何人的情绪负责，你只需要管好自己的情绪。其次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培养自己冷场耐受力。电梯遇到同事了，尝试不主动找话题；打车了，司机喋喋不休，尝试不接话。当你被打听隐私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拒绝，你不用解释原因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像吃饭一样自然。你会发现啊，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沉默崩塌，但你可以在安静中把话语权给自己。我是雨辰，如果你有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困惑呢，每周1到周5的中午11点来我的直播间。